他提前出差回家，准备给妻子一个惊喜，谁知刚进门就发现桌上多了份离婚协议。心灰意冷的他本打算签字，可手中的铅笔总是离奇折断，但包里却找不到第二支笔，于是他只能穿着浴袍出门购买。不料心不在焉的他又不小心将刚买的笔掉在了马路上，偏偏就在他弯腰去捡之际，一辆疾驶的轿车突然撞了过来。之后杰克被送到医院，身体多处擦伤，还坐上了轮椅，而那个肇事司机并未推责。 I'm Alma, by the way. I ran you over. 原本被撞之后应该生气，但杰克却莫名的喜欢上了对方。于是当晚杰克就邀请安妮一同共进晚餐，而交谈之后才知道，安妮是个很优秀的厨师，而且工作的餐厅不久后会开业。他当即不吝啬自己的赞美，夸奖安妮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对方显然也对杰克有意，但却看到了杰克手上戴着婚戒，他只能告诉杰克开业的时候可以带上他的妻子一同参加。杰克没有答应也没拒绝，可在1个月后却做出了回应，因为就在餐厅正式营业这天，他选择了来捧场祝贺。看到杰克应了上次的邀约，安妮立刻出去打了招呼，却发现只有他一个人。这时杰克才告诉安妮自己已经离婚，安妮很早就对他有好感，却碍于他是有妇之夫，只能将自己的感情禁锢在道德伦理中。此刻积压在心中的浓浓爱意终于汹涌而出，他们只想将对方融入自己的灵魂里。一夜缠绵过后，他们成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当晨曦的微光洒进房间里，杰克穿好衣服正要离开，他看到桌子上安妮获奖的照片，这才意识到对方是一个如此优秀的女人。安妮从卫生间走出来，将自己获奖的经历娓娓道来，那是她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，因为人们看到了她的才华，并给予了很大的肯定。很快两人正式成为彼此的恋人，他们会一起出现在早市的街头，挑选着午餐要用的食材，那是一段人间最美好的热恋时光。杰克毫不忌讳谈起与前妻的往事，由于工作两人长期两地分居，最终前妻无法忍受这种一直往返于2个城市的生活，选择了背叛这段感情，而他们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。杰克谈及家庭与婚姻时，他很希望能有个可爱的孩子，那将是他与爱人生命的延续。但在遇到杰克前，安妮其实一直是个单身主义者，对于他来说，孩子反而是束缚。这是两人第一次意见不合，安妮处理的方式是转移话题，她教杰克如何完美打出一个鸡蛋，然而对方的思绪却依旧停留在刚才的争吵上，完全没有听到他说了什么。杰克没忍住再次与他讨论起这个话题，可惜两人仍旧无法说服彼此。而经过这次争吵，两人有1个星期没有见过对方，最终还是杰克先一步败下阵来。他想登门来找安妮道歉，奈何他有一个十分不好的毛病，那就是一和别人谈心就紧张，有时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他结结巴巴说了半天，安妮终于知道他有道歉的诚意，而且安妮也是一个宽容大度的女人，所以他们才没有在这次争吵中走散。而随着两人的感情越发深厚，结婚的计划也开始提上日程。安妮带杰克见了自己的家长，餐桌上一家人相谈甚欢，母亲拿出一段视频给安妮看，视频里的她像一个舞者般，穿着滑冰鞋在冰面上轻盈起舞，她的一举一动皆彰显着自己的美丽与自信。杰克被视频里的安妮深深吸引，但安妮却很不愿意提及当年的事，而且她早已决定再也不滑冰。后来杰克才知道，原来安妮之所以会滑冰，是受到父亲的影响。几年前父亲永远离开了她，而父亲离世所带来的创伤将会伴随安妮一生。为了不揭开那道伤疤，安妮再也没有滑过冰。对此杰克只觉得遗憾。此时安妮的肚子突然一阵剧痛，他以为不过是吃坏了肚子，谁知去医院一查，竟是患了卵巢癌。安妮的人生瞬间陷入绝望中，但勇敢乐观的她并没有被打倒。可治疗所带来的痛苦非常人所能承受，而这些记忆也像地狱里伸出来的触手般，在往后的日子不断折磨着安妮。好在她的病情有所好转，而在生命的不断流逝里，安妮的思想也逐渐被改变。她不希望自己离开后，杰克独自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所以安妮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她要在患癌期间生一个孩子。好在杰克也尊重她的选择，于是两人开启备孕日常。但由于安妮的身体不好，她的怀孕计划迟迟没有动静。就在两人都要绝望之际，验孕棒上的2条杠重新燃起了他们的希望。可安妮怀孕的过程却比一般女人还要困难，杰克每天都会细心为她记录着身体状况。没想到就在这天路过加油站时，上厕所的安妮突然来了反应。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卫生间的门却意外卡住了。焦急无比的杰克找来工作人员，谁知钥匙也意外的被折断。可杰克再也顾不上其他，嘱咐安妮往里面退后，就开始猛踹卫生间的门。好在结果并没为他的焦虑添堵，但等杰克将安妮紧急送往医院时，却发现孩子已经迫不及待露了头。
无奈之下，杰克只能在救护车赶来之前拨打产科电话，让他们现场知道。就连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也打起了12分精神在旁协助。最终在所有人的期盼和焦急中，婴儿用啼哭宣告了自己的到来。生命的奇迹如烟花在夜晚绽放，也如花朵般在晨曦中盛开。韵律在降生的瞬间回荡，开始谱写宇宙最美的乐章。看着与自己紧密连接的孩子，杰克只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。可随着时间的悄然流逝，他冒险也要孕育生命的行为，却突然迎来了沉默的爆发。就在女儿3岁这天，原本康复的安妮在工作时，突然感觉小腹一阵剧痛，她难受的直不起腰，只能蹲在地上尽力缓解。杰克在得知情况后，立即带着她去医院检查，结果显示她的卵巢癌复发了。医生建议安妮全心配合化疗，等到将肿瘤控制到合适大小后，再进行手术切除。医生便建议安妮辞掉厨师的工作，好好休养，便能争取到更多的时间，否则就只剩下6、7个月的寿命。可她并不想放弃厨师的工作，更害怕自己接受化疗后会得不到想要的结果。她觉得与其把自己架在痛苦上炙烤，不如好好享受仅剩的时间。而从医生办公室走到停车场，杰克都只聆听没有说话。他清楚安妮心里积压着情绪，所以努力控制着不争气的泪水，但依旧湿润了眼眸。杰克很想说服妻子配合治疗，因为他不想曾经许诺的生生世世变成短短的6个月。回到家中，安妮突然收到老板发来的消息，他想让安妮代表英国去参加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。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是烹饪界的奥林匹克，也是安妮的梦想，便答应了老板的邀约。可他并没将此事告诉杰克，只想在生命的最后期限完成梦想和陪伴自己所爱之人。他们带着女儿来餐厅用餐，虽然女儿不懂什么是死亡，可安妮也只剩下6个月的生命。她害怕自己哪天突然消失，会给女儿造成难以理解的伤害，便决定从现在开始慢慢谈论一些比较伤感的问题。回到家中，他们依旧像平常那样嬉戏打闹，期间一直保持着欢乐的状态，实在不忍心用沉闷的气氛去伤害女儿的稚嫩与童真，所以哪怕心里藏着无尽的悲伤，也要装出甜蜜的笑容。晚上将女儿哄睡着后，安妮突然想起白天的短信，便试探性地告诉杰克自己参加烹饪比赛的事情。杰克觉得等到化疗结束后，自己会全力支持安妮追求梦想，可在那之前，他希望安妮能积极配合。为了不让杰克担心，安妮只好撒谎说自己拒绝了邀请。安妮担心化疗后头发会慢慢脱落，便干脆把头发剃光。女儿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可她会细心地把头发收进盒子，而这一切在往后的日子里都将成为女儿对母亲的珍贵回忆。安妮很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时光，同时她也想在事业上留下一席之地。奈何现在她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差，有时和同事聊着天，安妮的鼻血会突然冒出来，她只能躲进卫生间将鼻血擦掉。这时助理走了进来，安妮如实将自己的身体情况告诉他。助理怎么都不敢相信，这个一向乐观开朗的女人竟得了这种病。可安妮的乐观却从未改变过，她请助理一定要相信自己，无论怎样她都会一直走下去。随后两人又开始不停歇的训练。对于现在的安妮而言，最难的不是做出一道美味的食物，而是将时间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内。每次训练结束回到家时，安妮都觉得无比疲惫，可她不敢将比赛日期告诉丈夫，因为那天刚好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。杰克为此已经精心策划了许久，他不想让杰克感到失落，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。可惜谎言总会有戳穿的那一刻。随着病情加重，安妮在制作食物的过程中，手会不自觉地抖动，导致她的速度很慢，几次都没有办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。她只能不断练习着，以至于忘了去接女儿。直到杰克发来的质问，安妮这才想起来，她本想谎称餐厅里太忙，所以才忘记了时间，但杰克却揭穿了她的谎言，因为他刚去过餐厅。这时安妮终于说了实话，她知道杰克一定会生气，可这件事她不得不做，就如安妮所预料那样。杰克听了之后果然大发雷霆。杰克想不通安妮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，他现在要做的应该是好好调养身体。两人越吵越激烈，直到安妮告诉杰克，她不想往后女儿再回忆起自己时只会说那个人是我妈妈。她还希望女儿能跟别人介绍自己的妈妈是个优秀的厨师，而且她想让女儿亲眼见证这场比赛，把最美好的时刻永远烙印在女儿的记忆里。她一直都是个要强的女人，即便已经快走到生命的尽头，也依旧要像一道彩虹般活着。Or maybe I actually just can't bear the thought of being forgotten. I'm not sure which is worse. 为了提高身体素质，安妮每天早上都会去晨练。她路过一家溜冰场，
并在此驻足了许久。那是他一生都无法抹去的痛，也是他与这个世界的不解之结。随后，安妮来到助手家里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助手也将自己的头发剃了。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支持安妮。安妮凭借自己的实力闯入决赛，而时间也很快来到决赛当天，到场的都是国际知名大厨，观众席上更是人声鼎沸。杰克抱着女儿坐在人群中，比赛过程异常紧张，他时不时为妻子捏一把汗，但安妮却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沉稳。可眼看时间只剩最后几秒，安妮却在此刻突然紧张起来，她的手已经抖到无法继续操作。好在助理及时将她手里的活接了过去。终于在倒计时结束前，两人完美的完成了最后一道食物。然而到了最关键的公布结果环节，安妮却选择离开现场，因为结果对她而言已经不再重要。她已实现了最后的梦想，这就足够了。但现在她有更重要的事。安妮带着杰克和女儿来到溜冰场，这是父亲去世后她第一次穿上溜冰鞋。她教女儿学会溜冰，然后便放开女儿的手，独自在冰面上滑行。原来记忆中的伤痛也不过如此。此刻她终于与自己释怀，也接受了父亲的离开。在冰上滑行的她，犹如一只扇动着翅膀的蝴蝶，为人世间留下最美的记忆。随后她转过身，对着杰克和女儿挥了挥手，这是一场无声的告别。几个月后，安妮离开了世界，家里的一切事物还是与从前一样，可惜那个亲手打造她的人已然消失。杰克和女儿也仍旧过着以前的生活，仿佛安妮的离去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。但这才是现实生活中死亡最真实的写照。亲人的离去是一场无声的细雨，会一辈子笼罩在人们心头。那种隐藏在心中的伤感，不易被外人察觉，却终将会伴随我们一生。